德国杂志刊文认为，乌克兰战争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那么，这个新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德国外事杂志发表了克里斯托弗·赫斯根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称，乌克兰战争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但要使历史走上正确的道路，美国和欧洲必须共同努力。赫斯根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不应被视为迎来一场新的冷战，而应被视为它本来的样子。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欧洲发生的对国际法的残酷违反事件。但是普京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在学习美国的做法，因为北约发起的科索沃战争也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2018年12月，克里斯托弗曾担任德国驻联合国大使，正好是特朗普政府时期。联合国安理会第478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不要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但是美国代表召回他支持美国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的决定。在德国2019年至2020年担任安理会成员国期间，美国一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括退出伊朗核协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并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美国还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整个20世纪都在促进民主和国际法规则，但是他仍然难以接受，他也要受到这些法律的约束。美国挑起的越南战争、202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以及他在关塔那摩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暴行就是证明，只有美国做出明确的承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才能占上风。赫斯根认为，21世纪的美国不再是一个能够控制全球事态发展的超级大国了，他有能力在国内政客的支持下进行全球干预行动。拜登政府在没有与盟友进行真正协调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在2021年撤出阿富汗。曾经出兵阿富汗的西方国家看到了美国撤军的混乱和自私，美国匆忙离开阿富汗，清楚地表明了他逐渐退出了国际危机管理。赫斯根在文章中呼吁其他西方国家采取行动，包括德国在内的更广泛的全球联盟必须填补这一空白。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不仅仅是投射军事力量，坚定的外交是基于规则与秩序的基础。以伊朗核协议为例，多年密集而复杂的谈判导致2015年签署了伊朗核协议，伊朗遵守了该协议，缩减了其核活动，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伊朗获得核弹的直接危险被化解。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决定破坏这笔交易，违反了国际法，并进一步削弱了一些西方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外交噩梦，他们实际上必须与伊朗合作来对抗美国。目前达成的任何新协议都将比原来的伊核协议更糟糕。这个困境提醒美国官员，他们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国际法，他们应该遵守国际法。俄乌冲突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提供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在包括巴西、印度、南非等许多国家看来，俄乌冲突被视为美国和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冷战动态的回归。世界上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反应是双重标准，例如通过入侵伊拉克，美国也应承担违反国际法和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罪责。全球经济正在衰退，能源价格飙升，粮食变得越来越稀缺和昂贵。许多受影响的人认为，这是美国领导的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结果。赫斯根指出，拜登应该帮助培养一个由致力于尊重国际法的国家组成的全球联盟，这将要求美国改变其思维方式。他必须更系统地与其伙伴进行协调，并将维护国际法作为其所有行动的基础，而不是只遵守最强者的法律，
或者根本就不遵守国际法。赫兹根认为，俄乌冲突的爆发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就是强权可以无视国际法的约束。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机会重塑自己的国际形象，这个机会是普京给的。但是由于美国在历史上违反了太多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再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如果真有致力于尊重国际法的国家组成的全球联盟，肯定不包括美国和俄罗斯。所以俄乌冲突不会导致联合国宪章被更加尊重，而是会让那些想违反国际规则的国家更加蠢蠢欲动。土耳其军队在伊拉克的领土上作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谴责。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强调联合国宪章，回过头来就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的主权完整，严重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在这个新时代，西方奉行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只不过是个幌子，甚至会变成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工具。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